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大挖机。很多人都说陈师傅只会挖沙米沙和拆老房子，今天我就来录一手，给你们挖一个墙角看看。大家看一下我墙角挖得好不好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干。东家2年前借了一个大别墅，借房之前，后面的这块土就不是东家的。东家当时想尽一切办法，让这块土的主人把这块土转给他，这样他的后面就可以修一个小院子，又不会担心下雨的时候泥土冲到家里面来。但是当时那个土地的主人看着东家家里面条件好，就要价比较高，不然就不转让给东家。后来东家就干脆不要这块土了，把自己家的土地范围之内就全部挖下来，然后就先把房子建起来了。由于上面那块土有5米多高，只要下雨就有土塌方下来。2年的时间塌着，上面的土面积越来越小。只要有土掉下来，东家就把我挖机叫过来，把土装出去。他房子的后面就越来越宽了。上面那块土地的主人看着自己的土地越来越少，就把这块土地让给了东家，让东家在其他地方拿一块同样大小的土地给他。现在这块土地就成了东家的，他就打算用石头砌一个挡土墙，把后面的土保护在里面，不让它塌下来。这条挡土墙要砌一条笔直的直线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凸出来的土装出去。由于受场地限制，后面不是很宽，车子这样倒进来我就不好装车，只能把挖机后面的土反过来装到前面的货车上，这样的速度就很慢。从早晨开始装车装到晚上，还要顺带把坡刷出来，10个小时装了40多车，这个效率是真的低。前面的土下3米多的位置有一个白色的东西，这么晚了，我就找个借口跟东家说我要回家吃晚饭，干脆明天再干。第2天来我们继续装车，一边装车一边把借挡土墙的位置挖出来。东家说要我把坡笔直挖下来，形成一个90度的角，这样房子后面的空间面积就大一点。由于昨天装了1天车，今天又装了一个上午，那倒土区那里不好倒土了，所以要挖机去把倒土的那里推一下才行。距离也不是很远，而且路上也没有打水泥路，我就没有用拖车，直接把挖机开过来了。这2个司机也还真的是有点技术，这个倒土区替他们倒了1天半的土，这个上面却只有4车土，只要用挖机随便推几下就推平了。这个推土的时间不是算东家的，这户人家他需要土从这里修一条路回家，在那边装土和挖机的运费就是东家的，挖机再给他这边修路就要这户人家自己出。这条路下面要预埋1根下水管，还有1根自来水管从这里穿过，在我挖沟的时候就不小心把他的自来水管挖断了。我真的是干啥不行，挖水管第1名。这里就又要接好水管才能干，我们就又把挖机开回到那里去装车。我刚才在倒土区平土的那段时间，这2个货车就一人拉了1车石头回来了，里面替我挖了1条沟，车子就不好倒进来，所以货车就只能把石头倒在这里，我就用挖机把石头全部转到中间来。如果他们再拉石头回来，就还可以倒在那个地方。拖了几车石头回来之后，又装了1车沙子回来放在正中间，到时候2边都有石头，沙子在正中间就方便人工砌挡土墙。把最后这1车土装掉之后，挡土墙地基就出来了。剩余的这一点点土我们就铺在这个水泥坪上，到时候石头倒在这里，有土的保护，水泥坪就不会砸坏。让我们看一下挖好后的效果。这个是线没有放直，还是我眼睛有问题？怎么我感觉是个挖的嘞？这就尴尬了。我立马跟东家解释，你看我们的水电大坝都是这样挖的，这样往里面凹进去的挡土墙质量还好一点，
东家想了一下之后也觉得对，立马就给我结账了。拿到工之后我赶紧跑，生怕这个东家来找我麻烦。来到这边修路的东家这里，挖断的水管已经接好了，要我用挖机把这个水泥海管一根一根的挖到沟里面去。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挖不进，这就尴尬了。还好我带了一根铁链，要不然今天这个脸就丢光了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还跟他们说我是开了14年的老挖机师傅，现在一根这样的水泥海管都挖不进，我自己都对我自己最近的状态有点担忧，感觉只有挖沙米沙才挖得好，做其他事情就都不行。每天不是挖到水管，就是各种挖不直。老板在买水泥海管的时候，怕我挖到他的水管，所以就多预备了3根。结果我一根都没有挖断，就只能把剩余的3根海管放在这里。开工之前好像忘记行礼了，赶紧行3个礼把它补上，让我今天顺顺利利把这个事情做完。东家说这里修路不要这么多的土，让我把土全部挖到后面那个树下面去。就这样一斗一斗的从白天转到天黑，我也真的是醉了。早知如此，不要这么多土，你就直接叫货车倒在这里不就行了？白白让我挖机在这里又多做了2个小时。最后我们把这根管子铁起来，然后顺便把这条路也推个斜坡上来，直到干到晚上10点多钟才把这个路修好。晚饭都没有吃，扣掉中午吃饭的那1个小时，今天干了整整14个小时，整个人累得不行。成年人的生活没有容易2字，每天多挣几百，生活多姿多彩。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辣挖机。我们湖南的蹦哥和手把手经常挖鱼塘，他们2个可以说是抖音上挖鱼塘界的天花板，应很多粉丝要求，也要我挖一个鱼塘给他们看一下，想看我会不会卸车。今天安排给你们录一手陈师傅是怎么挖鱼塘的。首先我们把鱼塘里面的草和树枝全部推到堤坝上，因为这个堤坝要加宽，等一下坡上要堆淤泥，所以我们要把坡上面的草和树枝全部清理干净。这鬼天气3个月没有下雨了，这鱼塘表面上看上去很干，用斗到处试了一下，感觉不是很深，还没有太平洋深，靠边上都有这么深的淤泥，没有挖到硬底的情况下是绝对不能往前面去了。毕竟陈师傅是抖音界挖鱼塘从来没有卸过车的，我一定要保持这个记录。今天东家的精神是在不放水不抓鱼的情况下，把这个鱼塘里面的淤泥全部清理干净，这些泥巴全部堆在四周的坡上就可以。东家告诉我的方案是先把鱼塘中没有水的泥巴全部挖出来，把泥巴挖掉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坑，然后再挖一个口子，把水和鱼全部放到这个坑里面来，没有水和鱼了就可以把剩下的淤泥清出来。东家这个想象是很丰富，他觉得用这个办法最多3-5天就可以把这些淤泥全部挖出来，可是他低估了这些淤泥的流动性，这些淤泥根本就是烂泥扶不上墙，主要是泥巴没有地方堆放，只能这样堆在四周堤坝的坡上。鱼塘四周的堤坝上面都是马路，又不能堵，而且堤坝的中间又有几根水管，更不能采用金包银的方法挖条沟来堆淤泥。你看我这个泥巴就这样堆，它就往下面流，又流到水里面来了，这简直就是在做无用功啊！东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就要我把淤泥挖在上面马路的边上，只要不把路堵住了就可以。但是这个淤泥实在是太多了，上面只堆了一点点就不能堆了。我挖机在这个地方站得太久，都快要卸车了。上面有这么多人看着我，要是卸车就尴尬了。现在前面挖了1.5米深，还没有挖到硬底，
挖机呢也不敢开下去，前面又挖不了这么远，泥巴太稀也堆不起来。我跟东家商量了之后，就这样挖一个塘中塘算了，其他的淤泥就不清了。等下把这里放满水，然后把鱼全部抓到这里面，这里有1米多深的水位就可以养鱼了。只不过我挖的这个鱼塘有点小，鱼放在里面可能有点挤，但是挖一个这样的坑总比没有挖强。在这里混了个起步价，收工回家。不知道棒哥和手把手他们遇到这种塘会怎么挖，反正我是拿这个塘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本来可以挖好几天的，结果才挖了几个小时。今天少挣几百，生活没精打采。